你见过那些宣称能无皱纹、年轻肌肤的红光面膜吗？你是否怀疑它们只是昂贵的噱头？我曾怀疑，但研究后发现了惊人证据，重新审视了它们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现在准备推荐它们了呢？这事儿很复杂，我们需要看看当前的研究结果，并提出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，比如效果有多大？这真的是皮肤再生的最佳方法吗？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将带你了解我们所掌握的证据，以及在花费数百甚至数千美元购买这些面膜之前，你需要知道的事项。然后我会解释我对这项新兴技术的个人看法。如果你感染，丹麦医生因开创性工作获诺贝尔奖。1903年，他发现使用紫外线和红光显著改善了愈合效果。在20世纪中叶，激光开始用于皮肤治疗。激光发出的强大集中光线对细纹和皱纹有显著影响。缩短后的纹本，这种治疗方法恢复时间长，可能有副作用。那位丹麦医生的早期研究表明，可能有一种方法可以以更温和的形式利用光的愈合力量。不过，这里有个挑战，早已知道某些特定波长的光对我们皮肤细胞的影响大于其他波长。这是激光的一个关键好处，你可能已经知道普通光包含整个波长谱。例如，你可以在彩虹中看到它们。激光是不同的，它们发出特定窄波段的光。例如，它们可以提供纯蓝光或纯红光，但相对昂贵、复杂，并且通常比我们需要的更强大。解决方案出现在新的光技术中。NASA 在创造新型光源方面处于前沿。这些光源像激光一样能够产生相对窄波段的光，但它们更简单、更便宜且更温和。我们现在在各处使用这种技术。LED 灯。LED 可以产生红光和近红外光，这些波长在皮肤治疗中尤其重要。但这是为什么呢？红光究竟有什么作用？研究表明，它具有几种强大的效果。红光被线粒体吸收，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来源，它刺激更多的能量生产和增强的细胞活动。红光还可以对抗炎症，此外，它还能刺激成纤维细胞。皮肤中的特化细胞负责制造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，它们是皮肤结构的关键成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会减少，这是皱纹和皮肤松弛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红光可以促进这两者的产生。我们确实有临床证据表明，红光疗法能刺激与皮肤愈合和再生相关的重要变化。使用 LED 的红光疗法相较于激光疗法也有一些显著优势。没有恢复期，不会对皮肤造成损伤，所需设备也便宜得多。基于这些原因，红光疗法在治疗各种皮肤问题，包括衰老的影响，受到广泛关注是有道理的。我们对其在这些领域的有效性有什么证据？好吧，让我们来看看。红光疗法早期的一个研究领域是伤口愈合，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广泛，红光疗法被发现是有效的。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，机制与刺激细胞活动增强和抑制炎症有关，这导致了红光疗法在治疗痤疮方面的应用，初步结果也很有希望。例如，一项临床试验研究了为期8周的红光疗法15分钟治疗的效果。这是一个分面试验，治疗仅应用于面部的一侧。在8周结束时，治疗使痤疮病变减少了约 50%， 但这一领域仍然相对较新。关于哪些波长的光最有效，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。许多研究也关注了蓝光，目前看来效果确实存在，但程度适中。那么，红光在对抗衰老方面的应用如何呢？早在2005年就有一项早期研究，当时使用 LED 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方法，这使研究人员能够在不产生热量和激光造成的相关损伤的情况下，研究窄波长光的影响。研究了90名患者，接受8次琥珀光治疗，持续4周，结果令人鼓舞。90% 的受试者在光老化迹象上有所减少，这包括皮肤质地更光滑、眼周皱纹减少以及肤色更均匀。研究人员还检查了这些患者的皮肤样本，显示出胶原蛋白生产显著增加。但这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：琥珀色是正确的光颜色吗？还是会有更有效的光？另一项研究旨在测试2种其他波长，红光和近红外光。这是一项随机对照试验，且为双盲设计。76名面部皱纹患者在4周内，每周治疗2次，治疗一侧面部。结果显示，使用2种波长皱纹显著减少，最多可达 36%， 皮肤弹性增加了 19%。
与之前的研究一样，治疗显著增加了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。琥珀色、红色和近红外光能减少光老化迹象，但有没有明确的赢家？让我们看看一项额外的研究，比较琥珀光与红光在眼周皱纹的效果。这项研究于2023年发表，再次是一个分面实验，包含137名女性。她们在4周内接受了10次琥珀光和红光的治疗，右侧面部使用一种颜色，左侧使用另一种颜色。红光皱纹减少率 31.6%， 琥珀光为 29.9%。换句话说，效果大致相同。目前我们没有大量的试验测试红光疗法对抗衰老，但现有的小规模试验结果是积极的。重要的是，这种方法是安全的。对现有试验的详细分析发现，未报告任何副作用。LED 红光疗法的安全性正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设备上市的关键原因。如果你在亚马逊上搜索，会发现很多声称能显著改善皮肤的红光面膜，但在临床试验中使用高质量设备的红光疗法是一回事。我们能否在家用设备上获得类似的效果？我会告诉你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。研究调查了一种红光和近红外光的 LED 面罩。这项研究有点不寻常，因为它只包含男性。经过6周治疗后，皮肤通过数字摄影和计算机分析检查，研究人员得出结论，皮肤皱纹和肤色都有所改善。另一项去年发布的研究调查了消费级 LED 面罩的效果。他们再次发现皮肤弹性、下垂和皱纹在面部6个区域都有显著改善。这些研究很有趣，但我们需要考虑一些问题。首先，目前我们没有太多数据，这些设备相对较新，目前为止的研究很少。其次，我们所查看的这2项研究都涉及与销售这些设备的公司有关的研究人员，因此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果存在偏见，但确实存在明显的风险。第三，我们对治疗细节还远未达成共识，这里有很多变数，例如我们应该使用哪些波长，治疗时间应该持续多久，我们应该多久进行一次，灯光需要多强等等。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。不同制造商的设备在很多方面都不同，而现在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选择最佳方案。在这种不确定性下，值得问一下，红光疗法对抗皮肤老化与其他可用疗法相比如何？然后我会介绍我对红光面膜的看法。有一种既强大又便宜的方式可以保持和恢复年轻健康的皮肤，它有2个要素。第一个是防晒霜，这是基础。阳光的紫外线造成的损伤是皮肤老化的首要原因。我告诉我的病人，务必使用 SPF 50或更高的防晒霜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每天都使用防晒霜，并尽量减少中午的阳光暴露，这确保我不会损害皮肤，也不会加速老化过程。我这里提到的第2个要素是使用外用视黄醇。想象一下，视黄醇就像是皮肤细胞的私人教练，就像教练帮助你变得更强一样，视黄醇促使你的皮肤细胞更加努力工作，帮助它们更新并生成更多胶原蛋白。视黄醇也有助于增强皮肤的保护屏障，减少水分流失，并抑制分解皮肤支撑结构的酶。最广泛研究的其中一种是维甲酸，大量研究证明了它的有效性。例如，一项大规模的荟萃分析研究了180项关于维甲酸的个体研究，结果发现局部使用在短短1个月内就能改善光老化的迹象，如皱纹、不均匀肤色和老年斑。那么改善的效果有多显著呢？有一个案例研究涉及到这2张66岁女性的照片，第一张显示她治疗前的皮肤状态，第2张则是使用维甲酸3个月后的效果，差异非常明显。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增强我们从防晒霜和局部视黄醇中获得的效果。我们已经讨论过胶原蛋白的重要性，补充胶原蛋白肽，这是一种分解胶原蛋白的形式，有助于刺激我们身体自身的胶原蛋白在皮肤中的产生，从而帮助改善皱纹。几项研究支持了这一影响，例如2024年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考察了皱纹、弹性和水分。他们在4周、8周和12周时对参与者进行了测量，那些服用胶原蛋白肽的人在皱纹大小、弹性和水分方面有显著改善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在我的补充剂中加入了胶原蛋白肽，最近推出了一种新型微维生素，叫做微维生素加粉，它含有 12.5 克的胶原蛋白肽，但仅仅因为我服用补充剂，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这样做。最后，还有一些更传统的基于光的皮肤再生方法，
这些包括各种激光技术，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，这些方法可以产生显著的变化，但费用昂贵且需要恢复期。那么，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些治疗皮肤老化迹象的策略。我们有像防晒霜加外用视黄醇这样的成熟方法，既有效又安全且便宜。然后是像胶原蛋白肽这样的补充剂，虽然效果适中，但也便宜且安全。传统的激光治疗被视为皮肤再生的金标准，它的效果最强，但费用相当高，这引出了红光治疗面膜的话题。它们的定位是什么？好吧，它们有很强的安全性，这是一个巨大的优点。就价格而言，它们比激光便宜，但比我们讨论过的其他策略要贵。总结文本，我们有初步有效性数据，但仍需更多研究，所以这是我个人采取的方法。我对在家中使用相对低成本的治疗方法的能力和安全性非常感兴趣。与某些治疗不同，这里几乎没有风险，所以我决定购买几个型号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进行测试。我会关注我皮肤上看到的任何关键变化，也会注意它们的使用便捷性，并在即将发布的视频中分享我的体验。所以，如果你还不是频道订阅者，考虑订阅一下，以免错过。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对抗皮肤衰老的迹象，但如果我们能从内部减缓衰老，为整个身体延长寿命呢？这就是 RFK 小组被发现添加到饮料中的神秘蓝色补充剂的承诺，但它真的有效吗？所以一定要查看这里的6个视频，以获取完整故事。